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大家好，我是董进桥，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候大家平安。那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意见或鞭策呢，都请大家踊跃留言，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在油管上持续为大家输出好的内容。马上为大家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陆军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我们的节目呢，要来看持续是这几天最火热的话题，就是中日现在日渐矛盾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了吗？怎么说？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证实了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2位领导人的通话呢，其实是川普主动致电给习近平的。那前几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反了，说是习主席打给川普，我们更正一下，这一次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那在通话的12小时后呢，他又立刻打给了高市早苗，那并且不是挺这位东亚的盟友而是要警告东京呢，在台湾的议题上态度跟发言要小心一点，收敛一点。同一时间，我们还观察到就是这个北京火速采购了美国10船的大豆让人把这个通话顺序跟大豆的交易产生了一些联想。难道对美国来说，现在日本这位重要的盟友连10船大豆农产品都不如了吗？那华尔街的分析也点出了说，中美现在关系的一个新现实，就是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休战呢，跟台湾的议题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首先，蔡委员你怎么看主动通话，还有对日施压跟买中国大豆这3件事情中间的逻辑性？只是时间上碰巧刚好一致而已。对于贝森特的说法，我还是存疑，就是说，你美国总统为了大豆打电话给习近平，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这个事情，习近平也不会去管大豆要买几个他只要交代底下的说，我们就照釜山会谈的内容去买大豆就好。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说，彭博社说，你看中国爽约只买了什么，这个什么几吨的大豆，我说不可能啦，中国一定会买的啦。为什么？缺船嘛，你总不能调不到船，你还硬买嘛？那现在调到多少船就买多少大豆嘛，而且在年底之前要调船也蛮困难的。那所以说又说10吨呢，10船大豆，我觉得贝森特在做政治宣传。就是要告诉美国农民，你看吧，川普很认真打电话给习近平，所以才来10船大豆，达成了他的诺言。他要的做的是政治宣传。那如果说你是被动的，那好像你这个总统没有很积极啊。所以他是在告诉美国农民一种拉票的手法。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判断？当然有人不服气，我就说我的看法就说大豆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急吗？没有，都没有。那贝森特这个说法只是要告诉美国农民，我们川普这么努力而已。那事情最重要是第一个时间点到底是什么陈述了，那个最重要。因为新华社并没有说这个习近平应约来接电话。第一个时间，以前的惯例都有那对于跟日本的关系啦，习近平对日本很生气当然要找川普讲清楚，你打狗看主人嘛。那2个人聊啊聊，习近平根本大豆，你说什么我就买了，因为现在美国大豆的价格跟巴西大豆的价格差不多也没有理由不买。那谈到日本的时候，我不认为习近平那个川普有很进入状况他一定听了习近平讲说这么严重所以才会急着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也是这样的，你是我睡喊的嘞，所以我跟习近平关系搞得不错，你干嘛来搞破坏然后他要打你还很尊重我你看这习近平都尊重我对，而且你给我不要惹事而且这个事情也没那么急也没那么重要，你惹这事干什么呢？那这个高市早苗只好鼻子摸一摸，脸码一码，民调再高他也都往后退，所以我认为火速采购美国大豆，这个是本来就形成上的啦，只要有船就一定买，有船就一定买没有所谓火速不火速，你如果没有船，你也火速不来所以这个纯粹是在对美国的大多农民做宣传的那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因为跟中国这个贸易休战跟台湾议题以密不可，还要再观察，贸易归贸易，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摩擦？不会摩擦，你敢保证川普不拿台湾问题再出来闹吗？所以川普这个人是
它最大的可以预测就是它不可以预测，所以大家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保持观察。那高市早苗呢？他当然在川普的压力底下，他也往后退啊。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从日本的安保法，日本的安保法是把日本的安全规定3种事态，第一种叫重要影响事态，第二种档次更高一点叫存立危机事态，第3种事态叫武力攻击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只是说啊，如果我有需要帮美国忙，我提供后勤啊、补给啊，就 OK。到了存立危机事态怎么样？是我可以出兵就某个特定目标进行攻击，然后到了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我可以发动全面的战争。它基本上是已经到了存立危机事态。然后高市早苗现在只退到了旧金山合约，但中国并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啊，就是说。就像合约说，日本已经抛弃了台湾了，所以我没有立场去谈台湾的法律问题。可是很 tricky 的地方在哪里？我抛弃了，我并没有承认台湾是谁的主权领土，所以台湾在日本的法律上是无主之土。无主之土就是说我日本人可以攻占啊，我日本人可以介入啊，并不违反。但是如果再推到波茨坦公告，台湾已经是由日本还给了中国了，那主权就是中国的主权。你日本就不可以去攻击人家，你攻击就是侵略啊，而不是介入而已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他谈到存立危机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在日本的安保法律里面可以封锁宫古海峡，那你不是针对解放军来，针对谁来的？所以我不认为中国，顶多是缓和啦，但是中国不会满意，所以这个冷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是好，我们刚刚委员有跟我们提到，在这个川普。美国这位老大的施压下呢，原本民调很高，所以立场很坚毅的高市首相，现在态度也稍微急转一点了。他就强调了3点，包括日本无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日本有责任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还有他不再提任何具体台湾有事的情境了。这让立宪民主党的代表田野家彦就直言呢，其实首相这番话已经是等同于撤回先前他答辩的那个表态了。所以看在美中这个其利发难的情况下呢，东京其实是稍微有些屈服的，但是在中国大陆这边还是不买单哦。那外交部就批评日本一样是在老调重弹、老小蒙混过关，这种伎俩呢是行不通的。那如果我们站在日本、站在高市的立场来解这场誓言风波的话，赖老师认为他现在如何要在美中这样2个都给他压力之下，让关系能够降温的同时，又不让日本太丢脸，有一个漂亮的台阶可以下？不容易，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并没有要高市下台，没有。川普为什么没有要高市下台？我觉得高市引用川普的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可以表达一些讯号的。也就是说，川普还是跟他讲说，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啊。这个就代表说，川普对于他的重视程度啊，基本上来讲，还是把他看为是安倍晋三的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没有要他下台，但是要他处理好跟大陆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中日的问题不能够影响到中美的问题，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最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明年能够顺利的到北京去访问，对，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事情必须要不断的会面中把大部分的问题，中美的关系大致上的东西都搞定，因为他明年的选举的压力确实很大，他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很低，而且还在探底的过程里面，他也感受到他的同党的共和党的州长、参众议员，他们都有松动的这种现象。这个对于他的领导来讲，对于他本身的权威来说，已经受到一些挑战了。如果明年的选举选不好，那对于他来说，他就等于是提前破压了，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态的发生。那谁能够帮他把这个事态稳定下来？他必须一定要搞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不能够再恶化了，至少不要再恶化了。如果能够改善，这个对川普不会是坏事情，但是不能再恶化。那现在日本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会恶化中美的关系，所以川普的出手其实是制止这个事情不要再恶化。但是高市好用在哪里？
你想想看，他跟石破茂从2月、4月一直到石破茂下台，对，第一个美日的贸易协议谈不下来，第二个石破茂没有松口5500亿送给这个川普，对，第三个对有关于汽车、农产品的问题还在跟美国纠结，可是高市完全不一样，高市是跪下来送，是5500亿送你随你花，然后汽车可以进来，农商品可以进来，可是现在还没兑现呢。对川普来讲的话，最能够兑现的就是高市嘛，而且高市现在的处境跟立场就更加脆弱了。为什么？第一个，国内有挑战者，在野党挑战他的对中国大陆政策，同样执政党内的人也挑战他对大陆的政策嘛。例如说石破茂就是一个代表嘛。那也就是说，他同党内的有人挑战他的大陆政策，党外也有人挑战。那现在对于高市来说的话，最需要就是美国，最需要美国，那怎么可能川普会让他下台呢？我个人认为川普是不会让他下台，但是要他处理好这件事。高市在这个地方就叫做战术上退却，战略没有退。战术上退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没有立场谈台湾的问题了。那间接的含义就是台湾有事，那就不等于日本有事了。这个就是野田佳彦的解释。可是野田佳彦不能代表高市早苗，对，你要高市早苗自己出来说。可是高市早苗如果确认台湾有事，绝对不会是日本有事。日本没有立场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应该引用的是1972年他跟中国大陆所签订的中日的第1号文件，而不是引用这个旧金山合约。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转移，他在走私概念了，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大陆看得很明白，也很透。我觉得中日的关系短时间还是不可能缓解，我还不可能缓解。好，赖老师这样还要提醒大家持续的观察。那么这场牵动亚太局势的政治博弈呢，现在最新的发展是11月举行的这个珠海航展已经直接端出了，不好意思，这一次拒绝日本人入场的这个强硬态度端出来了。同时，中国的驻日大使也公布呢，日本的刑案从2021年到24年的增幅是高达65%的这个治安恶化。那提醒公民呢要避免赴日旅游。不过这个就比较是看时间说话，因为在高市失言之前，这个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时间拿出来讲就只是借题发挥。好，从贸易到观光，中国还有多少的组合拳可以对日本来发力，对日本来施压？还有，现在川普除了要维持好跟中国的关系之外，他现在忙的是要如何尽快让俄乌这个和平的条约赶快的定案下来，然后维持现在美中的贸易各方面的稳定，这样的一个战略现实。所以目前现在跟中国维持好战略关系，已经重要过照顾日本这位东亚盟友了吗？日本变成其中的筹码了吗？将军怎么看？当然我们要知道哈，如果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两个通电话是谁先打给谁的，其实这是整个事情的一个关键所在哈。那如果说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那我们用白话文来讲的话，等于说叫川普好好管管你日本那个小弟哈。但如果说是由这个川普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我觉得那就代表川普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了，所以他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希望习近平能够这件事情能够找一个台阶哈，那个双方来讲不要继续这个让这个恶意螺旋继续上升，以免这个造成更大的事端哈。那我们紧接着就看到川普打电话给高市哈，那很明显的这就很明显的他答应了习近平某些事情，然后必须要跟这个高市跟他讲清楚哈。但之后我们就看到紧接着很快，时间确实很快。那昨天上午才听到说是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下午来讲的话，高市早苗就在他们这个所谓政党的领袖协商会里面就讲出来这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权利去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啊，这种话。但是这点有一点很巧妙的，我觉得这句话是由野田佳彦在提出来，那很明显的就是是不是野田佳彦故意做球给高市早苗，让高市早苗来回答这句话题。
那当然，他第一句话讲的好像是说，这个台湾来讲，我们日本不会去认定它独立或者是不独立的法律案件。但紧接着他下面接着讲的就是台湾有事的话，是不是启动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必须要认当时的全班状况来做一个情报判断以后，才能够来做一个决定哈。那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话可以区分2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来讲的话，第一，他讲说日本没有立场来这个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很明显的是在战略退缩在跟中国示软。可是他第2句话，我认为他讲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向他的这种右派的这种政党，包括维新会来表达他还是态度很强硬，不然的话，万一维新会这个退出他的执政联盟来讲的话，他就垮台了，所以他必须保持这一贯立场。但是我们紧接着看到野田佳彦，他替他这个打这个圆场，说他实质上已经撤回这句话了。但是关键是说，你野田佳彦你讲这种话，中国认不认同？外交部看起来是不认的，绝对不认同嘛。我们简单讲，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不认同呢？第一个就这件事情整个handle权已经掌握在这个习近平的手上，他直接在handle在掌握这件事情。那所以说，中国外交部一定是强硬到底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都会看出来，现在中国态度就是你一定要收回，绝对没有模糊的空间，也没有灰色地带，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子模糊打混过关。那后续来讲的话，中国我想会采取几种手段。第一个来讲的话，它在外交上面会继续加强对你日本的力道，譬如说是我们看到在联合国上面联合国的代表已经提出来所谓敌国条款的这种论述。另外来讲，最近这2天从昨天高市早苗跟川普通了电话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包括英国、包括德国、包括法国，甚至于在这个跨的这个澳洲来讲，都提出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的质疑，这是外交上面。那在经贸上面更不要讲了所谓水产品的开始禁止使用，包括旅游。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还是军事部分。我想中国在黄海的军演来讲的话，力道会一直持续的加强。所以日本来讲，在这状况之下，我觉得高市早苗他是要面临的，他就是只有把话吞回去，不然中国绝对不会允许你在这上面有任何模糊或者是软着陆的空间。好，刚刚张军帮我们提到了，接下来观察军事的重点才是中日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下段节目回来，我们还有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解放军魔女兵推，还有印巴矛盾、新型武器的大比拼，以及呢日前发生在香港大火等国际热门话题的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